这是我舅舅，不是你舅舅，3颗都是我的，你哪来那么厚脸皮，张嘴就要？姐姐别生气，琪儿不要了。放肆！来人，把珠子收起来，关大小姐3天禁闭。小姐别说了，先走，老爷在气头上。红梨，你看，舅舅从南海带回来的，大的做官顶，2颗小的镶在两边。赏花会上我定艳压群芳，小姐戴什么都好看。长儿喜欢就好。琪儿多谢舅舅挂念，长幼有序，便让长姐先选吧。琪儿小小年纪就知礼，长儿，大的2颗舍你妹妹，小的归你。从小到大，我想要的，凭什么都要让给你？吕琦，这事儿没完。姐姐别闹，小心父亲知道了又关你禁闭哦。你发现没有，我说什么好，什么就没了。小姐是说这块石头？这石头真漂亮，纹理天成，灵气逼人。这么好的石头，只配躺在我吕长的院里。明日再看。太恐怖了，连石头都抢，一定是吕琦。他连咱们院长的清秀的石头都偷，真不要脸。不对，这里面有说的。红梨，你去帮我请高人。我夸什么丢什么，要是夸自己呢？你身上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不干净的东西吗？不，它叫100%被夺其所好。你是故事里的配角，天生挣不过别人。只要你说出口，好东西必被抢。那我这辈子什么都得不到。只有一法，低调。想要什么，烂在心里，千万别说出来。那小姐岂不是要窝囊一辈子？天命难违。小姐吃块桂花糕吧。他们不是要抢我的吗？那我故意夸，把破烂卖高价，抽70%。小姐，您真是贵才。走，去昆玉阁，我要让那些贵女们哭着把钱送我手里。天哪，这玉色泽莹润，玉质细腻，真是100年难遇，只有我这纤细细指才配得上。伙计，这一批我包圆，3倍价。我出10倍。你什么东西也敢跟我抢？太后亲侄女，你说我是什么东西？算你厉害。哼，刚才成交那批我抽70%。大小姐，这不合规矩。不答应，我明天就去御苑摘。别，7成就7成。骂我吧，笑我吧，我在被窝里数钱呢。小姐，御苑摘求您去夸他们的青瓷，锦绣坊求您夸那匹压箱底的蜀锦，聚宝楼说只要您开口，给您4成。哼，排队。绝世孤品，我吕昌要了，加价，我加价。这料子衬我肤色，我先定。吕大小姐那股嚣张，那股自信，别人学不来，天生的奇才。奇才！他们当我傻，我抽70%呢。小姐，这个月入账顶老爷半年买卖了，还不够。我要让全京城的女人都来抢我看上的东西。我吕婵温柔体贴，贤良淑德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这样的女子谁不想娶回家？小姐，您连自己都敢夸，试试设定嘛。恭喜吕大小姐，李尚书家公子托我来提亲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正是听了您贤明，李公子倾慕不已。那李公子相中的是别家小姐，我送错了体子。小姐，您这被抢连亲事都有人抢，行吧，至少说明我行情不错。等等，那李公子既然看上别人，麻烦把谢美礼留一半给我，我好歹提供了贤明素材，收点版权费不过分吧？伯父，晚辈有一事相求。我对二小姐一见倾心，此生不悔，恳请改娶其儿。放肆！林公子，你看上我妹妹，早说啊，我不拦着。大小姐不生气。违约金1000两，另外聘礼本来是给我的，现在转给他，但我的那份定亲礼金要双倍返还。你掉钱眼里了。姐姐别为难阿林。行啊，那妹妹替我嫁，
从此你欠我个人情。男人没了不要紧，银子不会跑。第3次了，退亲、抢亲、改嫁，全都冲我来。但谁抢我的，我就从谁身上刮层油。还有最后一票大的，干完这一票，咱们就能金盆洗手，再也不用我出去丢人现眼了。只不过对方的身份很神秘，要求在树月山房会面，他的货也很奇怪。10万两，我倒是不怕红里背弃我。算命先生曾偷偷告诉过我，红里这是恶毒跟班的命格。详细说来，由于理念和思想上产生了共鸣，红里跟我是灵魂知己。吕姑娘久仰，请坐。太子培央，早闻你捧货一绝，不知捧人的本事如何？捧谁？我。你愿不愿与我定亲？太子殿下，您也知晓？吕长，我有个难言之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龙章凤姿，气宇不凡，天资翠美，文韬武略，德才兼备，众望所归，注定稳坐皇位？我真没这么想。天师说我身上有个不治之症，叫做100%被草根逆袭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写文章比武射猎都只能拿第2名。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什么？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竟然胜过了太子？这种憋屈，你能懂吗？懂，太懂了。所以我越来越怕，该坐上皇位的另有其人。当我听妹妹说起，她每次跑出宫玩，总是会在一家店里莫名其妙的以高傲的价格买一堆破烂回来，我就知道这世上有人和我一样。吕长，你身上是不是也有病？你我若联手，或许能破局。不止这次，往后余生，你我都该互相扶持。我现在过得挺好，就不和你一起抗争了。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为命运对我们的戏弄仅仅是这样就终止了吗？让我想想，终有一日我的位置会被人颠覆，那人出身低微，自然悲天悯人。若是他治理天下，必要肃朝野上下的奢靡之风。万城之国必有万金之谷，非君之所赖也，君之所与。到时，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天下第一富商，你父亲吕方光。若你还是这样认命，这就是咱们唯一的结局。这只是殿下的猜测而已，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，想过点安生日子罢了，实在没本事陪殿下翻天覆地。吕长，太子殿下不会强人所难吧？天师说那个人越来越近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买卖黄了，京城可能这2年要变天，我们手上的现钱算算还有多少，带着我娘快撤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门亲事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要我点头，除非我死。哎呦，妹妹，你怎么跪在这儿啊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偷偷告诉我，是思乡受受还是无美苟合？够了！女儿是认真的，若父亲不许，女儿只有一死。就为了这穷鬼，你图什么呀？是否在大小姐心里，钱是天下第一要紧事？只因我无钱无势，就该受你家如此羞辱？我心悦其二，无关钱财，只为真心。放屁！她的美貌，她的才情，哪一点不是我用钱养起来的？你还敢说你不是爱钱？我与尔等俗人，自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阿环，我跟你走。吕琦，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以后就不要回来。是啊，妹妹，你这人懒得很，跟着他你只能吃糠咽菜，哪还能风雅起来？父亲原谅，女儿以后不能尽孝了。妻儿莫哭，有我在，往后你谁也不必跪。他日我为人中龙凤，岳父大人又是否会为今日后悔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俊朗，好潇洒的男子，竟比太子殿下还强一分。你也疯了？那不如你也随他去。还有，你何时见过太子？这等大逆不道之言，也敢信口胡说？培央，对了，100%会被草根逆袭的培央，那人方才是否说将来还要叫我爹后悔来着？告诉那个贵人，这买卖我应下了，他要提亲的话，就快点来。宅子二小姐不肯收，可说了为什么？还不是二姑爷说这些都是拿脏钱买的。她虽然穷，
但是干干净净的清白人绝不肯染上这些铜臭气。他还说，商人不是生产，却在买卖中获利，赚哪一个铜钱不是民脂民膏，商贾实乃蛀虫也。应该什么？应当还于民，除之后快。汪环此人确实颇有才夸，且眉宇间隐隐有一股威严，想来不日也能成为人中龙凤。其儿竟为了他用性命相要挟。说到底，这事儿还是怪我过分娇惯他，养得他太过天真无瑕，怪我一时疏忽，竟叫那个穷小子趁虚而入。是我没有当好一个父亲。爹，亡羊补牢为时不晚，现在一个弥补的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我也要成亲了，你千万多给我添点嫁妆，亏欠妹妹的就补在我身上吧。来人，把大小姐关3天禁闭。我是未来的太子妃。对，其实老婆子我也是一品诰命夫人。我说我没病，不喝药。这好办，这不是苦药，这是神仙汤，喝了就有白鹤驮着你变仙女去喽。小姐再忍忍，太子殿下收到消息，已经在周旋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我吕长何时这般风光过，真是扬眉吐气。阿长，这是何时的事？爹，我早和你说了，我跟太子已经私定终生，是你不信呀。什么私定终生？跟太子殿下那能叫私定终生吗？那叫两情相悦，缘分天定。听说这门亲事是太子殿养心宫贵的3天3夜里求来的，这真是邪了门。殿下怎么偏偏钟情吕禅这个笑柄？小姐莫急，人得其中气，方为人上人。太子殿下说，那汪环是个没根基的举子，已命人把他打发到远方去封个小官了。小姐不必担忧。应当是我想多了。做了这么多年的托，赚的钱还不如你成亲收一次礼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你我一对新人，怎能行如此煞风景之事？吕长，虽然你我成亲是权宜之计，可我也算相貌俊美，一表人才，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动心吗？没有，我只能想起我们可悲的命运。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正眼看过我，所以没看清楚？你再仔细看看。让我想想。子时过了，李成，你我从此是夫妻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看，有人进来抢亲吗？你忘了我的病症了。若我真心想要，便会有人抢的。没人抢，就意味着我心里并不想要。殿下，大事不妙了！殿下，昨夜皇帝突然来了兴致，要去京郊赏月，不想遇到了刺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落路之人忽然窜出救驾，替皇帝挡下一剑。此人拒不受赏，也不肯报家世姓名。皇帝扳起他的下巴，却在他的颈间看到一枚精致的玉锁。据说陛下当场老泪纵横，不仅将那人带回宫去好生招待，还连夜传唤太子密谈。昨夜救驾的是汪环，汪环从此改姓裴了。他是我父皇和民间女子的儿子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汪环成了皇子，不行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想个办法。汪环对商贾的厌恶溢于言表，若此人当道，我们一家的性命安危。我早知汪环身上有古怪，为了提早提防，我把他发配到了小地方。怎能想到他深夜出京，正撞上父皇出宫，又偏偏这么巧遇见了刺客。吕长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这就是一个命定的死局，不管我们如何挣扎，都无济于事，最终也只能走向既定的终点。吕长，我好像输定了。你还跟吗？当然，你忘了，连接起你我的并不是姻缘，而是同样的命数。我们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叠在一起还能蹦得久些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我能长久，靠的是荣辱与共的命。和我们同一条船上的人还有很多，纵使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也得做殊死一搏。哈哈哈哈！老夫老眼昏花，不识得人中龙凤，改日定当上门赔罪。还请五皇子莫要责怪。请父亲将家财全部捐给朝廷，只留茅草屋一间以避身即可。什么？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更是德行的累赘。父亲家财万贯，却无德无良。阿环说，他愿再给父亲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
若父亲并非无药可救，一定能体会女儿的良苦用心。我们是亲家，五皇子为何执意要拿我这个丈人开刀？还不是因为你是最肥的羊，宰起来容易，油水又大。皇子想立下政绩，抓个贪官难，抓个奸商还不容易。反正不管谁上刑场，百姓都会拍手喝彩的。阿环之志不止于此，他想做普天之下第一贤人，女儿想帮他，父亲为什么不能助女儿一臂之力呢？商人把钱吐还给朝廷，乃是大势所趋，避无可避。父亲早已身在局中，琪儿尝试过了，却不能改变父亲的固执。那么，这便是琪儿最后一次替家里谋划了。父亲、姐姐，你们好自珍重。这把身家都捐给朝廷，也太扯了。爹，你这么多年打下的基业，难道都一把灰扬了吗？要不送些钱给裴环，叫他高抬贵手，别总跟咱们家过不去了。呸！我的银子就是封进箱子里，运到海中央沉了，也不给那个鳖孙。不过吕琦说的也有理，给朝廷交些保护费总是没错的。只是交给五皇子算什么样子？还不如交给太子，那才是真的天命所归。对，我还有大女婿，白花花的银子花在太子殿下身上，花在刀刃上。有吕琦这一出，我真不敢保证能说服我爹这铁公鸡掏钱。裴阳现在最缺的就是钱，不是我攒的那仨瓜俩枣，是大笔大笔的钱，囤人马、囤军备、囤粮草，买消息、买名望、买人心。太子殿下近来屡屡语出心意，颇有先帝之风骨。聪明是好事，可不要用错了地方。你去替朕问问五皇子吃了什么，睡得香否？他需要什么就派人来告诉朕。儿臣遵命。皇上近来对朝政不大上心，只天天惦记着问五皇子，倒像一对民间父子。你有什么不放心？他爱喜欢谁就喜欢谁去。那裴环是个半路杀出的皇子，空有名分而已。只要你实力够了，天下尽在股掌之间。我是担心我的这个病，我近来颇有长进，放在过去父皇不知会有多开怀，可现在他一点喜色也无。别担心，裴阳，你真的很能干。这家饴糖是最出名的，我自己从来没买到过。算你有本事，这么甜的糖就该给我吃。看来病还是没有放过我们。想要破局，根源还是在我们这个病上。我已嘱咐天师，在五湖四海广寻得道高人。昨天他找到了10个声称能破局的方法士，他们说世间有一味丹药，名叫洗魄丸，服下之后能洗魂涤魄，清除所有原有的设定，重新做人。只不过，这药要炼749天。父皇，儿臣愿前往赈灾。这样也好，只是你一人去不好，带你五弟一同前往吧。他一向心系百姓，有他在，朕放心些。父皇还叮嘱我，到了西南，叫裴环一切自主，不许我干涉。你赈过灾吗？只在放灾民进京的时候，高高的站在楼上，向底下撒几个馒头。我爹倒是见周鹏，只是不叫我去的。他说那些人恶极了，鬼似的，恨不得活吃了我呢。父皇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是少些历练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我还没去过西南呢，去看看怎么了？你可知那是赈灾，不是好玩的。你和裴环都在西南，若你被他阴了一下死了，我平白做了寡妇不说，他回京了还要清算我爹。那你去有什么用？当然是盯着你啊，就算没盯住，你死了我也得亲眼看看你合眼呀。往小了说，咱俩好歹是夫妻；往大了说，咱们都是苦命的配角，身上都有病。先了解一下你是怎么死的，我好提前准备准备。吕长，你是真的有病。红礼，我要把我在京城内的产业都变卖了，在京城里头找买家实在是太冒险，难保也不会顺藤摸瓜抓住我。你帮我找个人生地不少老板，稳妥处理了。等赈灾结束，你就留在那儿，我自己回京。他日若裴阳真的不敌裴环，我也不算无路可退。大皇子真是深谋远虑，早就在京城拉拢人心，埋兵布阵，就差逼宫弑君了吧？陛下许你拥兵自重，许你培养势力，可如今世道变了。若非武殿下想出的这招瓮中捉鳖，
陛下又怎能将大皇子引出京城，不费一兵一卒呢？等五皇子平定了灾情，便提尔等回宫受审。拿下！快把那发簪卸下来，贿赂守卫。你怎么不捡了你的扇坠子去？都这时候了，怎么还惦记我的东西？我是皇子，他们不敢收我的东西。啊！这该死的命！守卫，何事？你可知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子炼丹炉的事暴露了，10个道士都被砍了，陛下震怒。太子殿下，陛下已下令将您的母亲囚禁在冷宫。早就知道有今天，任我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！是我无能，是我不孝，连累了母后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自然是等着回京，与父皇当面陈情。想来念在父子一场，他应当不会赶尽杀绝。蠢材！你脑袋转不过弯来吗？你爹不要你了，你回去也是死路一条。可怜我们小姐竟然嫁给你。弘礼，你为何忽然这样说话？哼，从前你是太子，我是奴婢，我尚且敬你几分。现在你是朝廷钦犯，我吗是清清白白的神，被你连累了，我怎么骂你不得？小姐，我这里有火石，咱们一会儿把房子点了，趁乱就跑。你不愿意跑，坐这儿继续等死就行。往这边，我看过地图，这边通向树林山谷，望火楼看不见。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小姐，你之前攒的地契都在这里了，咱们这就去找买家。现在虽是灾年，可城中还是有大财主的。不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弘礼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守不住财，这些东西给我也留不住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不能一点好处都捞不到。咱们当断则断，你拿着这些走吧，记住，千万别回京城。走呀，你去替我荣华富贵。咱们要是有缘，这辈子还做姐妹；要是我实在倒霉，咱们就下辈子见。那我就和从前一样，还替你看着你的钱。等时局稳了，你可一定要来找我，咱们两个要一起大富大贵。真是感人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叫他给咱俩留点银子吃饭？弘礼，给我留10两。饥民常聚集在庙里，既能遮风挡雨，运气好了还能得和尚接济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去！看什么看？这我亲手编的，你们也想抢？你笑什么笑？有你笑的份儿吗？你省省力气吧。吃粥啦！你们俩还是不够饿呀！这是武殿下想出来的妙法，在粥里加沙子，只有真的饿极了的人才肯吃，以免有人浑水摸鱼，占官府的便宜。快走！裴环这个穷酸鬼，连施粥都小里小气。我爹当年设粥棚，那用的可是满满当当的五谷熬成的，香味站在我家门口都闻得见。吕长，镇上的举人老爷的小儿子要招个教书先生，我去试试，兴许我俩就有饭吃了。俗话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你的文武可都是天下第二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赶紧去吧。管家，你来看看，这可不是寻常文章。这文章好倒是好，只是比五皇子殿下昨儿个发的告书差了些。你失心疯啊！
五皇子那是天纵奇才，那是谁都能和他比。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先生是高人呐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只是从前在京城大员家里当差，略懂些文法。我给你1个月5两银子，你当我儿教书先生可行？可以。管家，你带着先生们去偏院入住吧。这菜腻是腻了点儿，可实在是香。想我英明一世，难道最后只能沦落到教举人家的傻儿子了吗？你清醒清醒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5两，1年就是60两。老爷说了，若真考上了，还重重有赏。你毕竟是我夫君，总要养家的呀。对，其实助人成才也是一大美事。我听管家说，外面灾情平息了，裴环回京了。我失踪的事在京城掀起轩然大波，受牵连者众多。我俩杀回京城，就是自投罗网，就这样过一辈子，是不是也没关系？许是造化弄人，随着我的心念一动，我和裴阳平静生活的外壳立刻被打碎了。圣旨捉拿叛臣贼子。从钦差那里我得知，皇帝已在不久前驾崩，五皇子登基在即，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算。我爹自然也在被清算的行列内。听说我爹已在牢里关押了3个月了，即使他的女儿五皇子的皇妃天天哭求不止，他也没能幸免于难。大皇子妃，你若走运，还能死在你爹后头，叫他别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只要我们身上的病仍存在，不管跑到天涯海角，都免不要与这世界真正的主角做一个了断。唐，抱歉，我本该在做太子时就为你买下所有你想要的东西，衣裳、首饰、香料。早知道你我注定是这样的下场，不如只成全了你。出京时，我是风光无限的太子妃，再进京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罪妇。姐姐，你好糊涂啊！你和爹爹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劝呢？大哥，你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。父皇一再宽恕你，你不仅不知感恩，反倒变本加厉。我就是不服，我凭什么输给你？我自小就是天之骄子，样样都是第一。为什么你来了，就夺走了我所有的风头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倒向了你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裴阳，裴阳，裴阳已经被裴环拉入了戏台之中，唱完这最后一段戏，他就要下台了。那我呢？我的最后一场戏要陪谁唱？大哥，我从来没把你当对手，我只觉得你可怜。一杯毒酒，保留全尸，是我给你最后的皇家体。既生殃，何生还？裴环，这酒可是皇亲贵族才能喝的，你娘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平民女子，你的皇家血统也存疑，按说你连碰着金杯的资格也没有，也配和我抢酒喝？我何时要与你抢？我是先帝钦定的五皇子，未来的新帝，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这位姑娘，我奉劝你做人不要太嚣张。皇上，不，五皇子自尽了。太子殿下恕罪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叫你不要抢我的，不要抢我的！我没有那种下一秒他就要没的感觉了，似乎设定解开了。那你现在最想要什么？想好好睡一觉，在被窝里，不怕被抢走被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朕登大宝，首要之事，大赦天下，释放所有因前太子案牵连入狱之人。你去哪儿？
去找我爹，他在牢里关了3个月，再不去接他，我娘该骂我了。我派人送你去。别，我现在不是太子妃，就是吕长，走大街上没人抢我的那种。晚上回来吃饭吗？看情况，牢饭吃太久了，想先吃碗馄饨。你这包袱什么意思？我盘算过了，我爹的产业要重新整顿，我在京城当太子妃名头太大，不方便出去谈生意。你是说你要走？咱们的婚事是权宜之计，现在危机解了，自然作废。你当你的皇帝，我当我的皇商，很合理啊。你不能卸磨杀驴吧？好歹我也是糟糠之夫。我得去找红离，把我这些年流落在外的产业收回来。你还会回来吗？当然了，我以后可是皇商，要继承我爹家业的。京城这么大买卖，我丢得下？裴央，你好好当皇帝，别被人抢了位子。你也是，别被人抢了生意。真就这么走了？不领着老东西和你妹妹？他俩现在天天抱头痛哭，看见就烦。老东西，再疼那个死丫头有什么用？折腾了这么一通，家产的大头都落到我们娘俩手里了。你要在外头待多久，圣上可是很惦记你呢。要我说，你们这叫患难夫妻，比寻常夫妻还要监牢许多。